各位，过完年到现在，你是不是总觉得有一股闷气憋在胸口？运气好像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如果有，你先不要急着叹气。其实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偷偷藏着一个能帮我们普通人重新接通宇宙能量，彻底扭转乾坤的开运大日子。只要你抓住了这一天，顺着天地的气场，在背后狠狠推自己一把，你就能把你身体里运势里那些发霉的晦气像拔萝卜一样连根拔起。这一天就是农历的2月初2，也就是我们民间说的龙抬头。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确确实实的沾到天上苍龙星宿的光，把霉运扫得干干净净，把大好运接进家门呢？老祖宗传下来了3个最接地气也最立竿见影的法宝，叫做1吃2忌3剃头。今天我就把这里面的天机一层一层剥开来给你们听。我们先来拆解第一招，吃。你以为随便吃就能转运吗？里面大有学问哦。讲到吃，我们台湾人最内行啦，对不对？过个年，从除夕围炉开始，一路吃到正月15元宵节，肚子都吃得圆了一圈，整个人感到油腻腻的。但是各位，农历2月初2这天的吃，跟你过年吃那些大鱼大肉完全是两码子事。老一辈的人常常交代2月初2这天要吃龙食。什么叫龙食？我以前在美国看诊的时候，有个70几岁的华侨阿嬷，大老远跑来我的诊所问我，倪医师啊，这个2月2农民历上说要吃龙食，可是美国超市没有卖，我去哪里买龙肉啊？要不要去中国城问问？我笑着跟他说，阿嬷，你以为你是玉皇大帝啊，还要吃龙肉？我们老祖宗讲的吃龙食，不是叫你去吃真的龙，而是吃形状像龙或者名字里面带有龙字的食物啦。大家听好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们老百姓在这边自我安慰，或者单纯玩什么谐音讨吉利，不是的。这里面藏着我们中医和易经里面一个非常高深但却非常科学的宇宙运作原理，4个字，叫做同气相求。万物都有磁场，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磁场，你就要靠近什么样的东西。2月2这天，天上的东方苍龙七宿，它的觉数从东方地平线升起来了，这叫龙抬头。这时候大自然的木气最旺盛，整个宇宙充满了一股向上生发突破阴寒的无比力量。这个时候你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如果名字带龙，形状像龙，你的意念和这个食物的五行属性结合在一起，就能跟你体内五行属木的肝产生强烈的共振，把你冬天困在体内的郁闷之气、生病残留的寒气一口气拔出来。那么到底要吃什么呢？最常见也最有效的就是吃龙须面。为什么是面条？你看看那面条，特别是我们台湾那种手工的细面线，长长的一根，软软的，你把它丢进滚水里煮，随着热水翻腾，那面条是不是就像一条条在水里游动的白龙？是不是也像大树扎在泥土里到处吸收养分的根须？这在五行里面就是最标准的木。春天要养肝木，你吃这碗长长的龙须面，面条进到你的胃里面，转化成能量，这股木的生发之气就能顺着你的经络一路通到你的肝脏，把你冬天郁结在里面的闷气、寒气通通给疏导开来。除此之外，各地还有不同的习俗，比如吃水饺，这天不叫水饺，叫吃龙耳；吃春卷、春饼叫吃龙鳞；吃杂糕叫吃龙胆。还有阿公阿嬷最喜欢买给金孙吃的龙须糖，白白细细的糖丝，甜甜的，这叫沾龙气。我跟你们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案例，你们就会知道这碗看似不起眼的龙须面，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庞大。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有一个30多年的老病患，我们都叫他林阿嬷。林阿嬷有个宝贝金孙叫小豪，那年刚好高3，准备要考大学，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过完年，大概也就是2月底的时候，林阿嬷心急如焚地带着小豪来找我看诊。哎呦，那天林阿嬷推着门进来，我抬头一看那个小豪，这哪里像个17、18岁的年轻小伙子啊，简直像只泄了气的皮球，脸色发青泛黄，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黑眼圈重得像熊猫，走路拖泥带水，整个人垂头丧气地瘫在我的看诊椅上。林阿嬷在旁边心疼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拉着我的手说，倪师啊，你快帮我孙子看看，这孩子过完年就一直说头晕胸口闷，
念书根本念不进去，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叫他起床又叫不醒。我看他这么虚，天天给他炖十全大补汤，熬人参乌骨鸡汤，结果他吃2口就想吐，还一直拉肚子。这眼看再过几个月就要大考了，这可怎么办啊？尼斯，你赶快开点最猛的补药给他提提神啊！我没急着回话，我叫小豪把手伸出来放在脉诊上，我3根手指头一搭上去，闭上眼睛一摸他的脉，左手的肝脉摸起来紧绷的像拉满的弓弦一样，又硬又直，这在中医叫弦脉，代表肝气严重郁结。我再摸他右手的脾胃脉，软弱无力，而且沉闷黏滞。我叫小豪把嘴巴张开，我看他的舌苔又厚又腻，上面还泛着一层淡淡的黄色。我当下心里就雪亮了，我把手收回来，脸色一沉，转头就跟林阿嬷说，阿嬷，你马上把你家锅里那些十全大补汤、人参鸡汤通通给我倒掉。林阿嬷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问，倒掉？为什么啊？这孩子这么虚，不补怎么行？我拍了一下桌子，提高音量说，他这哪里是虚，他这是郁，是堵住了。我指着小豪说，这孩子高3压力太大，天天怕考不上，心里憋着一股气，这在中医叫肝气郁结，再加上过年期间你们心疼孙子，肯定大鱼大肉拼命塞，年后又给他灌那些难消化的十全大补汤，他原本脾胃就因为压力大而罢工了，你现在塞这么多油腻的补药进去，他的肠胃根本消化不了，全部堵死在里面。我叹了口气，用最白话的比喻跟林阿嬷解释，阿嬷，你听懂没有？现在春天到了，老天爷叫万物复苏，他体内的肝木本来也应该要生发，要往上冲，结果呢，被他心里的考试压力，还有你塞给他的那些油腻食物死死地压在下面。你现在给他吃人参，吃补药，就等于是在一条已经塞满了陈年垃圾的水沟里面，再狠狠地倒进去几包水泥，越补越糟，水沟直接硬化坏死，他不吐不拉肚子才怪。林阿嬷一听，急得直拍大腿，哎呦喂啊，原来是我害了憨孙啊！尼斯，那现在怎么办？不吃补药，他哪有体力读书？你赶快给他开几帖通肠胃的药吧。我摇摇头，笑着说，阿嬷，不用吃药，老天爷已经把最好的药方开好，放在日历上了，后天就是农历2月初2，龙抬头。你听我的话，后天早上你去传统市场买一把我们台湾最细的那种手工面线，中午的时候什么肉都不要放，就用清水清清淡淡的煮一碗面，撒一点葱花，滴2滴好的黑芝麻香油。我盯着林阿嬷的眼睛，非常严肃地交代她最关键的一步，阿嬷，你记住，煮面不难，难的是你的心。当你端这碗面给小豪吃的时候，你心里绝对不能再有考不上怎么办的那种焦虑，你要默默地祝福他，你要亲口告诉他，这叫龙须面，吃了能开窍，你把你的爱跟期盼稳稳地交给他。林阿嬷虽然半信半疑，但因为信任我，还是点点头，带着小豪回去了。过了2个礼拜，林阿嬷又出现在我的诊所，这一次她手里提着一篮子高级的苹果，一进门就笑得合不拢嘴，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她一看到我就大喊，尼斯啊，神了，真的神了。我笑着问她，怎么啦？水沟通啦？林阿嬷猛点头说，那天2月2我就照你交代的，没弄大鱼大肉，就煮了一碗清清淡淡的葱花细面线。我端到小豪书桌前，我就摸摸他的头，我跟他说，憨孙啊，今天是龙抬头，阿嬷特别去买了龙须面给你吃。人家说吃龙须长智慧，步步高升，阿嬷不逼你，尽力就好，你一定可以考上好学校的。你们猜怎么着？林阿嬷说，小豪那天看着那碗面，竟然没有喊想吐，他拿起筷子稀里呼噜的就把那碗面吃得干干净净，连最后一滴葱花汤都喝光了。吃完之后，小豪的额头跟鼻尖上微微出了一层薄汗，我们中医讲汗出邪退，这一出汗，气机就动了。从那天下午开始，小豪跟阿嬷说，他觉得胸口压着的那块大石头突然不见了，肚子也咕噜咕噜叫，知道饿了。最神奇的是，他觉得头脑突然变得好清晰，以前算半天算不出来的数学题，那天下午竟然看一眼就懂了。后来这孩子越考越顺，状态越来越好。当年夏天
竟然真的让他考上了台大。各位，这个故事讲完了，带你们用智慧想一想，你们真的以为小豪考上台大只是因为那碗几十块钱的面条吗？诸位啊，面条只是个载体，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林婀娜那份强大无私的愿力与念力。当一个做长辈的，在特定的节气里放下了焦虑和控制欲，把满满的爱、包容、祝福灌注在食物里面交给孩子的时候，那碗面就不再是普通的淀粉了，它在无形之中已经变成了一碗充满宇宙正能量的风水开运大餐。小豪吃下去的表面上是面条，实际上是他婀娜坚定不移的爱。这种精神上的安抚与加持，瞬间解开了这孩子心里最深处的肝气郁结。心结一开，生理上的气结自然就瓦解了。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的2月2吃龙食的最高境界。所以啊，各位乡亲父老，今年的2月2，不管你是自己在家煮一碗面，还是去市场买一盒春卷、一块龙须糖，记得给你的老伴、给你的孩子、给你的金孙吃上一口。在递给他们吃的时候，不要舍不得开口，多说2句好话，吃龙须，好运来。把你们心里那种最善良的、最正向的念头散发出来，把它揉进食物里。好，讲完了吃，我们已经成功接引了宇宙的正能量。但是我们风水学上有一句话叫做会接气还要会守气。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懂得守，在这一天犯了老祖宗千交代万交代的禁忌，结果呢，把刚冒出头的好运硬生生的又给压回去了。这就牵涉到老祖宗传下来的第2个法宝二忌。我常常在诊所里或者在外面讲课的时候，听到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一听到我们讲这些传统习俗的忌讳，都会很不屑地嗤之以鼻，撇撇嘴说，哎呀，你们这些老人家就是迷信啦，什么初1不能扫地，2月初2不能动剪刀，这都是无稽之谈，一点都不科学。每当我听到这种话，我表面上不讲话，但我心里都在直摇头。年轻人啊，太傲慢了。你以为我们老祖宗是吃饱太闲编出这些规矩来吓唬你的吗？大错特错。我告诉你们，这些所谓的忌讳其实是古代最高明的风水学，是结合了中医五行生克的道理。老祖宗在教我们怎么避开大自然里的煞气。在农历2月初2这一天，我们民间有2个最出名也最不准犯的忌讳。第一是忌动针线、剪刀，老一辈的说法是怕针尖刺瞎了龙眼。第二是忌去河边打水，洗衣服说怕惊扰了水里的老龙王。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忌动针线和剪刀。各位用你们的常识想一想，你真的以为天上有一条实体的龙会笨到被你手里那根小小的缝衣针给刺瞎吗？如果这么容易就被刺瞎，那这条龙也太没用了吧，还叫什么神兽？这里面的真实原理根本不是什么刺瞎龙眼，而是我们风水学和中医五行生克里面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形煞与气场相冲。大家回忆一下我前面讲的2月2龙抬头，这个龙代表什么？代表东方苍龙七宿，代表春天的生发之气。在五行里面它属什么？它属木。而且各位要注意，这个木不是那种长了几百年的参天大树，不是那种砍不断的粗木头。在2月初2这一天，大自然的木气是刚刚从泥土里冒出来的，最娇嫩、最脆弱，但也最充满生机的嫩芽。好，那你手里拿的针线、剪刀这些尖锐的金属东西，在五行里属什么？属金。而且它不是普通的金，它是带着寒气、带着破坏力、带着杀伐之气的锐金。我们知道五行相克吧，金克木啊。在2月初2这一天，整个宇宙的磁场都在努力的帮你，把你体内被压抑了一整个冬天的阳气往上拔。大自然正在孕育你的好运气。这就像是你心里刚刚萌生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点子，或者你刚打算跟冷战很久的老伴和好，这股正能量才刚刚冒出一个小小的嫩芽。结果呢，你这一天在不知不觉中，在家里拿了大剪刀咔嚓咔嚓的乱剪，或者拿了针线在那边猛戳，拿了菜刀在那边用力剁骨头。这在我们无形的气场跟风水里就叫做金气破木。你这等于是用锋利的刀子把你刚刚冒出头的好运嫩芽给生生砍断了啊！这就像一株刚长出来的小草，你一脚把它踩烂，它还能长大吗？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说会伤龙，伤的根本不是天上的龙，是伤了你自己的龙脉、你自己的健康、
你自己的好运。我讲一个以前发生在台北的真实案例给你们听。这是我一个老病患，大家都叫她阿美阿姨。这个故事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又气又好笑，但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阿美阿姨这个人啊，人是不坏，心地也善良，但就是脾气特别急躁，嘴巴不饶人，而且超级铁齿，什么都不信。有一年刚过完年，刚好到了2月初2这一天，阿美阿姨一大早起来走到客厅一看，哎呦，我家那个死老头昨天把报纸丢得满沙发都是，茶杯里还有剩茶。阿美阿姨那个火气啊，就像点着了冲天炮一样，轰的一下就烧上来了。她一边骂一边气呼呼地收拾客厅。这时候她刚好看到窗帘边上有个线头松了，垂在那里很难看。她这个人有强迫症，看不得东西不整齐，想都没想，直接拉开电视柜的抽屉，拿出一把平时剪布用的大剪刀，准备去把那个线头剪掉。他老伴在旁边赶紧出声提醒他，阿美啊，你先别弄了啦，今天是2月2龙抬头，农民历上写着忌动针线剪刀，你今天就别拿那把大剪刀了，放着我明天再修啦。阿美阿姨正在气头上，一听这话火气更大了，转头就呛回去，什么龙抬头，我只看到你这个懒骨头啦，什么时代了还在看农民历，我偏要今天剪，我倒要看看能把我怎么样，难道天会塌下来吗？说着他拿着那把大剪刀，带着满肚子的怨气和怒火，用力去扯那个窗帘的线头。结果悲剧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因为他心里带着气，手脚的神经就不协调，用力过猛之下，那把锋利的大剪刀一个打滑，没有剪到线头，噗的一声，直接狠狠地戳进了他自己的左手虎口里。这下可好，窗帘没修好，老伴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拿毛巾给他按住，叫了计程车直奔急诊室，最后虎口足足缝了5针。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祸不单行啊！那阵子阿美阿姨本来在跟人家谈一个黄金地段店面的顶让，约好那几天要签约的，结果因为手受了重伤，连笔都拿不稳，痛到整个人哀叫，天天跑医院换药，整个人痛得心神不宁，把人家房东约的时间改了又改，最后房东不高兴了，觉得他没有诚意，直接把那个好店面租给了别人，这不就是活生生的破财又伤身吗？阿美阿姨后来手抱着一大包纱布，像个木乃伊一样来找我看诊，哭丧着脸跟我说，尼斯啊，我是不是真的惹怒龙王爷了？怎么会这么倒霉啊？那个店面我看了好久啊。我坐在看诊桌后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跟他说，阿美阿姨啊，你根本不是惹怒了什么龙王爷，你是被你自己的心魔加上形煞给反噬了。各位你们听好，我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讲阿美阿姨的故事？我们中医讲怒伤肝，阿美阿姨一大早起来发脾气骂老伴，生气会让肝气横逆在体内乱窜，这就等于是把她自己体内好不容易生发起来的木气给搞乱了。然后她又不信邪，偏偏在2月2这一天，也就是大自然生发之气最敏感的时候，拿起了属金的锋利剪刀。这就是老祖宗告诉我们2月2忌动针线剪刀的真正含义。它表面上是叫你不要拿剪刀，骨子里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在节气交替、大自然磁场最敏感的这一天，你要懂得收敛，把你手里锋利的东西收起来，其实是让你把你心里那个急躁的、尖锐的、伤人的、喜欢挑剔别人的脾气也跟着收进抽屉里，这才是最高明的趋吉避凶。好，讲完第一个忌讳，我们来讲第二个，忌去河边打水洗衣服。很多人会说，尼斯啊，现在大家都住公寓住大楼，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了，谁还会跑去河边打水洗衣服啊？这条规矩早就过时了吧？错了，形式虽然变了，但背后的道永远不会变，这个道理你们一定要懂。古人为什么不让去河边？我们回到五行来看，什么生木水生木，在初春的时候，河水深处是潜龙孕育的地方，水底正在慢慢积聚生机。2月2这天，阳气正在从水底往上浮，这股气场是非常轻柔非常神圣的。你这个时候跑去河里扑腾，去搅和，去拍打衣服，等于是把刚刚凝聚起来的风水气场给打散了，这叫惊扰生机，把好不容易聚起来的财气跟旺气都给吓跑了。换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在2月初2这一天，你绝对不要去做那些会大动干戈破坏平静的事情。比如这一天你不要去敲墙壁
不要去搞室内装潢的拆除工程，不要拿着电钻在家里钻来钻去，在公司里这天不要跟老板拍桌子吵架，在家里不要跟邻居为了停车位大动肝火，因为你一搅和就把自己好不容易要抬头的运气给搅散了。水一浊，木就长不好，你的财运跟健康就会跟着遭殃。所以各位听我是一句劝，今年的2月2这一天，我给你们的最强避凶建议就是8个字：心平气和，和气生财，让宇宙的这股春生之气，让这股刚刚抬头的龙气安安稳稳，没有任何阻碍的流进你的家里，滋养你跟家人的身体。这才叫做真正的敬畏天地，这才是最高级的避凶之道。那么最后一步，也是2月2这一天最重要、最能立竿见影，瞬间改变你整个人磁场的一招，到底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大家最期待也最耳熟能详的3剃头。你们回想一下，每年到了农历2月初2这一天，不管你走到台湾的哪个乡镇，哪条街头巷尾，生意最好、最排队的是什么店？绝对是理发店。不管是那种传统的门口挂着旋转灯的家庭理发，还是现在年轻人喜欢去的那种装潢的漂漂亮亮的沙龙，我敢保证从早到晚绝对是客满的。理发师拿着剪刀跟推剪，剪头发剪到手软，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听过老一辈流传下来的一句俗谚：2月2剃头，剃出1年好彩头。大人这天理发叫做辞旧迎新，小孩子这天理发叫做剃头成龙，寓意着长大以后能出人头地，有出息。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脑筋转得很快，心里在犯嘀咕：尼斯啊，你前面才刚刚千交代万交代，2月2这天忌讳动剪刀，怕精气破木，怎么现在又叫我们去理发店剪头发？理发师不用剪刀，难道用手拔吗？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各位问得好，如果你能想到这一层，代表你真的有在用心听。但是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前面讲的忌剪刀，是忌讳你在自己家里乱动刀剪，那会破坏你家里刚刚萌芽的生机。但是你去理发店剪头发，那完全是另外一套风水逻辑。大家懂不懂种树？春天树木要发新芽之前，园丁必须要拿一把大剪刀，把那些死掉的、烂掉的枯枝败叶全部咔嚓咔嚓剪掉，新的嫩芽才长了出来。这在我们五行风水里面叫做借金修木。理发师手里的剪刀不是来砍你的嫩芽的，它是专门来帮你剪掉那层发霉的枯木的。你这不仅没有冲突，反而是把五行生克运用到了极致的高级智慧。黄帝内经里有一句经典名言，这5个字你们一定要记住，叫做发为血之余。什么意思？我用大白话翻译给你们听。头发是你身体里气血的剩余物，边角料。你每天吃下去的白米饭、青菜、猪肉，进了你的脾胃消化之后，5脏6腑吸收了这些营养，把它转化成新鲜的血液，这些宝贵的气血第一时间要先去供应哪里？当然是先去供应你最重要的器官啦。它要先维持你的心脏跳动，你的大脑思考，然后送到你的5脏6腑，再送到你的四肢，让你手脚能活动。等到这些全身最重要的单位都吃饱喝足了，剩下的那些多余的微不足道的气血才会顺着经络往上走，走到你最表皮的头皮上，最后长出那一根一根的头发来。所以啊，你看一个人的头发就能立刻知道他身体的底子好不好，这在中医叫望诊。一个气血旺盛、身体健康的人，他的头发一定是乌黑浓密、有光泽的。相反地，如果一个人气血虚弱，或者常常生病，天天熬夜，压力大，他的身体连心脏大脑都快供应不上了，哪还有多余的气血去养头发？所以他的头发一定枯黄、分叉，容易掉，甚至大把大把地脱落。从去年入冬开始，天气变冷，万物闭藏，一直到过完农历年，这整整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你经历了什么？你可能经历了年底结算的庞大工作压力，你可能为了过年大扫除累得腰酸背痛，过年期间你可能天天熬夜打牌看电视，大鱼大肉吃得肠胃罢工，甚至你可能在冬天还中标，生了一场严重的重感冒。你这几个月里面所产生的所有疲劳、浊气、病气，还有你跟家人吵架那些郁闷的情绪，统统都会顺着你身体的新陈代谢一点一滴的累积，记录在你的头发里。所以
你不把它剪掉，你就等于是每天顶着一顶煤气灶在你的头上走来走去。你说你顶着这么大一盆煤气，你的运气能好吗？财神爷看到你都要绕道走啊。再来，我们从风水面相和经络的角度来看，这就更玄妙了。我们人体的正头顶，也就是你把两个耳朵的耳尖往上连成一条线，这条线跟你鼻子往上正中线的交界处，也就是头顶的最高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大穴道，叫做百会穴。为什么老祖宗管它叫百会？因为我们人体所有的阳经，也就是带来光明能量的经络，全部都在这个头顶的地方交汇。百会穴就是我们人体跟宇宙能量沟通的天线。在2月初2这一天，它更是我们人生这条龙的龙角。还有在面相学上，你的额头叫做什么？叫做明堂。明堂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前途，以及你能不能遇到贵人。风水上说，明堂必须要光亮开阔，这样气场才能进得来。如果你过完一个年，头发留得很长，又油又乱，前面的刘海把额头整个盖住了，头顶的头发又厚又脏，把百会穴给闷得死死的，这在风水面相上叫什么？这叫乌云盖顶，天光照不进来，阳气生不出去。大自然在2月2这天，苍龙的绝术已经从东方升起，宇宙的生发之气最旺盛，老天爷准备了满满的阳光跟正能量要打下来给你。结果呢，全被你那一头又厚又脏的旧头发给挡在外面了。你的天线收不到讯号，你根本接收不到宇宙的能量啊。我跟你们讲一个非常经典非常震撼的案例，你们听完就知道这颗头到底能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是我一个老朋友郭阿伯的儿子，叫做阿明。阿明本来自己开了一家做五金零件的小贸易公司，前几年也赚了点钱，但这2年景气不好，他生意一落千丈，被下游厂商倒了好几笔烂账，欠了一屁股债，每天被银行和债主追着跑，连老婆都受不了，气得带着小孩回娘家，喊着要跟他离婚。那年刚过完春节，郭阿伯实在看不下去了，硬是把阿明从家里拖出来，带来我的诊所求救。我那天坐在诊间里，一抬头看到阿明走进来，我差点以为是大白天见鬼了。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走路拖泥带水，像脚底粘了铅块一样，头低低的，根本不敢看人。最可怕的是他那颗头，他的头发至少2个多月没剪了，又长又乱，前面的刘海长到完全盖住眼睛，而且因为好几天没洗头，头发油得一绺一绺的粘在一起，上面还沾着白白的头皮屑。他整个人从头到脚散发出了一股发霉的让人极度不舒服的衰气。郭阿伯坐在旁边，一边抹眼泪一边跟我说，尼师啊，你快救救我儿子吧，他过年这10几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澡也不洗，饭也不吃，天天说活着没意思，想去死。我看他这样，我这老命也要跟着去了啊。我当时坐在位置上，连脉都没给他把，我直接站起来，啪的一声重重拍桌，破口大骂，你把头抬起来，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鬼样子，你以为你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老天爷就会同情你吗？你这不叫可怜，你这叫自掘生路。阿明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大骂吓了一跳，呆呆地抬起头看着我，我指着他的额头继续骂，你看看你的脸，你那个额头相穴上的明堂全被你那些像死草一样的油头发给盖得严严实实的，你头顶那个百会穴被你的浊气堵得死死的。我告诉你，财神爷就算今天心血来潮，带着几百万走到你家门口，一看到你这副乌云盖顶的衰样，也被你身上那股霉味给吓跑了。谁敢把生意交给你这种连自己都打理不好的人做？你老婆不跑才怪。阿明被我骂得愣住了，眼眶红红的看着我，嘴巴动了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知道我骂得刀刀见骨，句句都是实话。看他稍微清醒了一点，我语气缓和下来，重新坐下跟他说，阿明，你听好，我知道你心里苦，你现在肝气郁结得很严重，气血全堵在里面，但我今天不给你开任何中药，我给你开一个行为处方。后天就是农历2月初2，你给我记住一个时间，早上的7点到9点。我转头跟郭阿伯交代，郭阿伯早上7点到9点，这在我们12时辰里面叫做辰时，辰对应的生肖就是龙，这是一天当中龙气最旺，大自然阳气正在急速爬升的时候。你后天早上不管他愿不愿意，压着他去理发店，让他把这头乱七八糟的眉草给我剃了，额头一定要给我露出来，
听懂没有？郭阿伯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猛点头，好，我一定押他去。到了2月2那天早上，刚好是辰时，阿明真的被他老爸押去了一间家庭理发店。后来阿明生意做起来之后，亲口跑来诊所告诉我他那天的感觉。他说那种体验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阿明说，当理发阿姨拿着电动推剪嗡嗡嗡的从他的鬓角一路往上推，把他那些厚重油腻沾满了失败与屈辱的长头发大把大把的剪掉，落在地上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头皮上传来一阵无比的清凉。那种感觉就好像原本死死压在头顶上的一顶10几公斤重的钢盔被人一把拿掉了。他的百会穴突然接触到了新鲜的空气，头皮的每一个毛细孔仿佛都在瞬间张开来，大口大口的呼吸。理发阿姨帮他把头发剪得短短的，额头整个清清爽爽的露了出来。接着阿姨让他躺在洗头椅上，用热乎乎的水帮他洗头按摩头皮。阿明说，当那股热水冲在头皮上的那一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跟着水流一起哗啦哗啦的流了下来。那是把整个冬天的委屈、被倒债的痛苦、对家人的愧疚全部洗刷掉的眼泪。阿明理完发走出理发店大门的时候，刚好是早上快9点，春天的太阳暖暖的照在他刚刚理平的头顶上。他站在骑楼下深呼吸了一口气，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腰杆子竟然不自觉地挺直了，原本觉得灰暗的眼睛看出去的街道也变得好清楚。最神奇的是，心里那股我完蛋了，我没救了的厚重阴霾居然奇迹般的散开了一大半。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最高境界，阳气得生，清窍得通。就在那天下午，阿明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回家翻出一套最干净的西装，烫得平平整整的穿在身上，带着他那干净利落的短发和闪闪发亮毫无遮掩的额头明堂，主动跑去拜访一个之前一直躲避他不愿意见面的大客户。那个大客户在会客室一看到阿明走进来，整个人愣了一下，因为在客户的印象里，阿明应该是一个快破产，每天垂头丧气，看起来很倒霉的落水狗。结果眼前的阿明虽然人瘦了一圈，但是目光炯炯有神，额头发亮，整个人透着一股背水一战绝不认输的精气神。大客户心里暗暗吃惊，想着这小子有种，遇到这么大的挫折还能保持这种干净利落的精神面貌，这家公司绝对不会倒。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那天下午，那个客户不仅把之前拖欠的一小部分货款先结清给他应急，还当场跟他签下了一张300万的新订单。阿明的贸易公司就靠着这笔救命的订单，在那一年奇迹似地起死回生。现在人家不仅债还清了，老婆孩子也接回家了，生意越做越稳。各位，你们听完阿明这段浴火重生的故事，还会觉得2月2理发只是个讨吉利的迷信吗？这根本就是一场结合了天时地利与人体的身心灵微创手术啊！你以为你坐在椅子上剪掉了只是几公分的头发吗？错了，你真正剔除的是你身体里积压了一个冬天的毒素与废物，是你心里的阴影，是你运势上的霉气。当你的百会穴重新打开，当你的明堂重新发亮，你整个人的气场跟磁场就完全变了。你走出去，别人看到你干净利落，精神抖擞，人家就愿意信任你，愿意亲近你，你的贵人不就来了吗？你的好运不就来了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说的剔除一年好彩头的终极科学原理。所以今年的2月初2，我在这里拜托大家，绝对不要再穿着睡衣坐在家里客厅看电视打瞌睡了。你们这些做阿公阿嬷的，一大早吃完饭，带着你们的金孙去街角的理发店修个头发，给孩子沾沾龙气，把百会穴打开，让他开开智慧，读书更专心。至于你们自己，不管年纪多大，也去把头发修一修，剪一剪，给人家洗个舒舒服服的头。哪怕你说尼斯啊，我头发都掉光了，快秃头了怎么办？没关系，去让理发师帮你用热毛巾敷敷脸，刮个胡子，修一修杂乱的眉毛，把脸面弄得光洁明亮，那也叫做开明堂接天光，让自己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跟着天地间这条正在苏醒的东方苍龙一起把头高高的抬起来，迎接着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一年。讲完了前面的3剃头，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一辈的以为2月初2的规矩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错了，大错特错。各位，
前面我们讲的吃面、收剪刀、剪头发，那都只是把你个人的身体跟小磁场打理好而已。我们在台湾这块宝岛上，在2月初2这一天，还有一件比天还要大，绝对不能忘记的事情。特别是你如果有自己在做小生意、开工厂、开店面，或者是家里有田有地、有在收租的人，这一天你如果错过了，那你这一年真的是白忙一场。这一天是什么大日子？是我们福德正神，也就是大家最亲切、最接地气的土地公伯爷的圣诞，民间叫做头牙。很多老一辈的都会去拜拜，但你们有没有用脑筋去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土地公的生日，老天爷偏偏要把它选在2月2龙抬头这一天？你们以为这只是民间传说的巧合吗？我告诉你，这宇宙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巧合，这全都是阴阳五行最精密的运算，全都是我们老祖宗把天道和地道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最高智慧。我前面花了很多时间跟你们讲，2月24春雷一响，苍龙抬头，代表大自然的木气开始强烈的生发。但是你们用最简单的常识想一想，一棵树它的木气要长得好，枝叶要长得茂盛，它的根必须要扎在哪里？当然是扎在土里啊。如果没有厚实、肥沃、充满养分的泥土去滋养它，去包容它，你那个木气就算一开始冲得再旺盛，那也是无本之木，风一吹就倒了，太阳一晒就干了，根本活不久。在我们中医五行里面，木对应的是肝脏，那土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中医有一句铁律，叫做脾为后天之本。脾土是你吃下五谷杂粮之后，生化出气血去滋养你全身的源头。如果你的脾胃不好，你的这块土太过贫瘠，你的肝木就得不到营养。不仅如此，中医五行讲木克土，当春天肝木之气太旺盛，而你的脾胃土气却太虚弱的时候，这个肝木就会反过来去欺负脾土，你就会开始胃痛、胃酸逆流、消化不良，甚至引发各种要命的大病。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医学的道理放大到风水地理上来看。风水里的土是什么？土就是你脚下踩的这块地，是你每天开门做生意、安身立命、赚钱养家的基本盘。而土地公伯就是这块土地的总守护神，是这个区域所有地气与财气磁场的总管。所以老天爷在2月初2这一天，在天上叫苍龙抬头，给你降下无限的阳气和生机，这就是天时。在地下就叫土地公开库，给你稳住财源和地气，这就是地利。这就叫做天地连线，天地交泰。老天爷这是要把你一整年的福气、财气跟健康完完全全的给你包圆啊。那么2月2头牙这天，到底要怎么拜土地公才是最正确的？你以为你花500块买个高级水果，土地公就要保佑你中500万的头奖吗？别傻了。如果你是带着这种贪婪、投机取巧的心态去拜拜，我劝你干脆待在家里别拜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上发出来的磁场太浊、太贪了，神明看了都直摇头，根本不想理你，甚至还会觉得你这个人无药可救。拜土地公，贡品根本不需要多高贵，我们台湾老一辈的阿公阿嬷最懂了。拜土地公要准备什么？麻水、花生糖，还有米酒。你们以为这是随便挑的吗？错了，这里面全是风水和五行相生的学问。麻舌黏糊糊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把财气给黏住，把你跟这块土地的磁场紧紧的黏在一起，同时也代表你们一家人感情黏腻，和睦相处，家和万事兴。花生呢？花生在民间又叫做长生果，它是深深扎根在土里，吸取大地精华才长大的。吃花生代表你的好运，像花生的根一样深固，代表好事发生，健康长寿。另外，你跪在那里，千万不要一开口就求神明让你发大财、中乐透。你要跟土地公伯说什么？你要诚心诚意地说，感谢土地公伯过去1年的保佑，让我一家老小能平平安安地踩在这块土地上。今年春天龙抬头，我一定会好好做人，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请您继续护佑我们，让这块土地上的大家都能安居乐业，平安健康。你只要这几句充满感恩与厚道的话一出，你的心波频率瞬间就跟大地的磁场接通了，你的脾胃之气就打开了，你脚下踩的这块地就会认可你这个主人，源源不绝地把财气和福气输送给你。
天上苍龙抬头，赐给你天时；地上土地公开库，赐给你地利。再加上你有一颗善良感恩的心，创造了人和。天地人三才齐备。你今年的运气如果还不好，那简直是没有天理了。好了，今天我们讲了天上的星宿，地上的磁场，五行的生克。最后我邀请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区写下一句你的善言或者祈福。你可以写下祝福你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心。你也可以不为自己求，只写下一句最简单的，愿天下人平安喜乐，风调雨顺。你千万不要小看你打下了这一两行字。你想想看，当大家都在这里留下善意和祝福的时候，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庞大金光闪闪的正向磁场。当你留下祝福的那一瞬间，你的心量就打开了，你的肝气就生发了，你的脾土就厚实了，你就真正接引到了这股龙抬头的宇宙能量，把这股温暖的力量传递出去。最后，愿大家在今年这个2月初2的春龙节都能够扫尽阴霾，剔出一年好彩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下次再见。